美国人又开始妖魔化中国的崛起了，这是为何？金灿荣指出2点原因导致美国人这样做。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长期以来，美军就以自由航行的名义来频繁干涉进入他国领海，以此来挑动地方局势，把霸权主义这一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打着自由这一名头，但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人心里是在盘算着什么。除了在行动上派出罗斯福号航母来中国的南部海域自由航行之外，美国人又开始舆论领域妖魔化中国的崛起了。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新书自去年11月问世之后，立即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畅销书，目前的总销量已经超过了800万册。据了解，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披露中美关系，书中围绕着对中国政策所产生的认识分歧，正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了全球美国人的共识。即中国对美国提出的巨大挑战是美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前所未有的，而美国必须动手，要成为美国人的共识。毫无疑问，美国人现在又开始妖魔化中国的崛起了，甚至是有意在捧杀中国的军事实力。此前，美智库还发表军力报告称，中国海军将在2035年超越美国海军。但要警惕的是，不管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在武器尖端领域，其实中国和美军的差距依然巨大。根据此前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截止至2018年，全球军事开支单年已经达到了18000亿美元，是30年来最高的水平。这其中，美军军费就占到了6430亿美元，占总体的36%。一分钱一分货，军事高投入基本上就决定了高产出，所以从军事支出来看，美军的优势依然巨大，而且同往年相比，美军的军费增幅依旧很大，别说几年了，就算是几10年也很难超过。所以说，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建设虽然进步很大，相继有山东舰、歼20、东风21等一大批先进武器投入使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和美军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仅仅是常规武器方面，美国在核力量建设方面同样遥遥领先，因此中国仍需继续努力。至于为何美国人要魔化中国的崛起，对此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事务专家金灿荣认为，其一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并不客观，其二，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威胁，他们也要扼杀在摇篮当中。中国给美国带去的挑战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是美国人妖魔化中国崛起的理由。中国最擅长苏联办不到的事儿。毫无疑问，美智库的报道又一篇不光彩的谎言大杂烩。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美媒《纽约时报》的消息称，目前美国现任3军统帅拜登面临的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中国对美国的太空军事力量的威胁，以及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对依靠天基平台的地面部队的威胁。不过就目前而言，现任3军统帅并未对特朗普当政期间组建的太空部队有任何新的行动计划。根据美智库的报告显示，太空之争将是下一场中美之间的冷战。前任美国国防副部长罗伯特还表示，苏联在该领域一直都想赶上美国，但没能赶上，更别说在技术上超越美国了。但现在开始面对中国后，情况可能并不像美苏那般了。中国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超越。从这位前部长的话可以看出来，他这番话的大致意思就是中国最擅长苏联办不到的事儿，达到苏联无法达到的程度。那么中国已经做到了哪些苏联没能做到的事情呢？分析认为，虽然美国人口中说着中国已经超越了苏联，但实际上
美国在太空卫星方面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不过，中国正在努力追赶。在过去的3年中，中国发射到太空的火箭数量超过了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北斗卫星系统也实现全球联网。就在不久前，嫦娥5号也是顺利发射，采集到了大量的月岩样品。这些确实是超越了苏联，但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愿意把获得的成果共享出来，与全世界的科研人员一同研究。毫无疑问，美智库的报告又一篇不光彩的谎言大杂烩，就如同此前公布的中国海军计划一样，充满了威胁色彩，想要夸大中国的威胁。中国已经用行动证明了，在太空领域，中国并没有抱有同美国竞争的想法，中国愿意与世界共享成果。而且对中国来说，航空航天项目之所以会得到飞速的进步，是因为从本质上讲，中国一直把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作为全面推进中国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推动力。在中国，一项成功的航空计划将涉及信息和精密制造、电力储存、通信技术、先进材料等领域，这是中国人民不懈努力的成果，而不是同美国竞争的成果。美国人这种冷战竞争的想法，完全就是谎言大杂烩。美国提醒我国应该增加在反舰导弹上的投资，引发外界热议。什么时候美国如此好心了？事出反常必有妖，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在近日对外表示，中国可以继续在反舰导弹上投资，但倘若中美发生冲突，导弹很可能不是赢得胜利的必要能力。据悉，自去年11月份，我军分别试射了一枚东风26以及东风21D 弹道导弹，跨3000公里命中西沙群岛附近的移动靶船后，美军方面就在密切关注我国的反舰导弹。如今时隔2个月，该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强调，包括被称之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 反舰导弹在内的中国导弹，美国海军已经有抵御的能力。在此前的弹道导弹试射中，东风21D 从浙江发射，距离靶船的直线距离为1500公里，实际飞行轨迹在2500公里。东风26在青海发射，距离靶船的直线距离超过2500公里，实际飞行轨迹在3000公里左右。也正因如此，我军导弹的威力令美国海军非常不安。他们显然也知道，一旦将这2款导弹部署在沿海地区，其射程必定可以覆盖第一岛链，甚至能够直接打到美军关岛军事基地。对此，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负责人此次声称，我军分别在东南等多个中国海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目的是想将这些地区军事化。从该负责人的这番话中，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信息。一方面，美国对外表示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在反舰导弹上投资，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能够赢得战争的方式。另一方面，美国声称有能力抵御包括东风26、东风21D 在内的东风导弹袭击。首先，不管美国是否认为导弹不是能够赢得战争的方式，但该国方面暗示中国加大在反舰导弹上的投入，好心提醒我国，仅凭这一点就非常反常。美国著名科技杂志相关网站上就曾经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航母杀手的文章。该文章中，美国媒体认为东风26在射程可达到4000公里的情况下，意味着在一场战争中，任何希望打击中国大陆目标的美国航母都必须要冒极大的风险。除此之外，很多美国军事专家都曾经对中国东风导弹给予过肯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此次美国方面所谓的中国反舰导弹不是赢得胜利必需品，很可能是该国在骗自己。再者，美国如今此举显然有此地无银300两的样子意味。倘说美国当前真的有能力抵御中国导弹，也不至于如此紧张，密切关注。分析认为，大概是其硬实力难以抵御东风的程度，所以才想用嘴炮来动摇我国研究反舰导弹的决心。毕竟现在的美国国内疫情严重，示威活动持续不断，已经没有能力将手伸那么远了，才想着以这种方式试图遏制中国前进的脚步。